2022年对于中国航天行业来说是非常特殊的一年，因为今年航天事业的战场已经开始转向远海了。首先是今年，中国将建成世界上最大的海上发射船。这艘发射船长达162.5米，宽40米，与055级万吨驱逐舰差不多大，是专门用于海上航天发射船舶。它是中国首艘海上发射船，目前正在山东省海洋市的港口建造中，将于今年完工。由于它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射船，所以外媒一直在跟踪报道。其次，在今年的4月份，我国第3次在海上成功发射了一枚火箭，将5颗卫星送入轨道，证明中国海上发射技术已经成熟。如果加上即将完工的海上发射船，那么意味着中国海上发射将迎来一个质的增长，这个意义非同寻常。要知道，在此之前，我国有99%的火箭都是从陆地上发射的，但是现在这个传统就要被打破了。未来中国航天将以海陆结合的方式进行航天发射，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中国航天将在海上掀起一场巨浪。那么问题来了，海上发射有什么优点呢？中国都有好几个陆地发射场了，为什么还要在海上发射火箭呢？建造海上发射船有什么好处吗？今天我们就来聊聊中国海上发射的事情。海上发射其实并不是新鲜事儿，在现有的火箭发射中，不仅有陆地发射和海上发射，还有车载发射、空中发射以及潜水发射等方式。虽然有很多，但是最成熟的发射方式还是在陆地上用的塔架发射。早在1955年，俄罗斯就在拜科努尔航天发射场将人类第一颗人造卫星送入了太空，用的就是这种方式。1961年，拜科努尔发射场还将加加林送上了太空，成为见证人类历史时刻的发射中心。相比之下，海上发射就晚了很多，直到1960年代初期，当时老美正在与苏联进行太空竞赛，需要一个相对经济实惠的发射场，帮助他们发射卫星。于是他们就瞄准了位于赤道的印度洋。1966年，由意大利选址和承建的海上发射场圣马科发射场就是在此地完工。它主要是由3个部分组成的，分别是岸上生活区、指挥平台和发射平台。其中，发射平台距离海岸4.8千米，发射台的台柱完全是固定在深海里，就像我们常见的海上钻井平台，面积很大。发射的时候，大型船只再将卫星和火箭运来即可。这个平台建成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老美的秘密发射基地，至今为止依旧是距离赤道最近，也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海上发射场。不过由于发射场并不大，而且距离老美本土较远，所以在与苏联的竞争中，圣马科发射场逐渐被边缘化。老美将精力放在了陆地发射场，包括著名的登月行动、阿波罗计划等等航天项目都是从陆地进行发射的。直到苏联解体，老美也不再执着于太空争霸，各大航空公司的发射任务减少很多，他们才将目光投向商业发射领域，于是性价比比较高的海上发射才重新进入大家的视野。但是海上发射不仅平台建设成本高，还涉及到主权、政治等因素，风险较高，一般航天公司没办法驾驭。到了1995年，终于有一家叫海上发射公司的联合公司诞生了，它的阵容非常强悍，有老美的波音承担运营，俄罗斯的能源火箭集团负责主要技术，以及乌克兰和挪威的航天公司提供其他技术和资源的支持，然后4家公司共同管理。而且为了更加灵活的发射火箭，与老前辈圣马科发射场不同，他们是把发射平台和指挥平台分开建造，然后再将它们分别集成在可以自由航行的床上。其中，指挥船一般停靠在洛杉矶的港口上，主要负责安装火箭和检测质疑。安装好的设备再由大型运输船转移到名为海洋奥德赛号的发射平台上，再进行发射。这样做的好处也很明显，发射船可以在赤道上自由航行，随时找到适合发射的地点。按道理来说海上发射公司集齐了当时的航天强国，要技术有技术，要市场有市场，阵容不亚于现在的中美欧联合体，搞一个公司那是绰绰有余的。结果这家公司却在2009年破产重组了，连公司主席都被马斯克的 SpaceX 挖去当总裁了。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还是海洋的环境给闹的。首先，海洋毕竟远离海岸线，加上海洋上空的空气比较潮湿，天气变化更加频繁，刮风下雨那是常有的事儿，雷暴风暴也不少见。空船在海上航行都有可能发生危险或者延误，更不用说运输大型设备和发射火箭了。而火箭发射恰恰是最怕时间延误的，因为发射卫星是有窗口期的，一旦过了窗口期，可能要等几个月甚至几年的时间，所以很多企业并不愿意冒着风险给他们去执行任务。
海上发射公司就是如此。从1999年到2019年的20年时间里，海洋奥德赛号只执行了36次的发射任务，平均每年不到2单，盈利微乎其微。其实海上发射公司就是当时海上发射市场的缩影，在海洋赤道上发射火箭有着不可比拟的优势，但是风险过大，也让很多国家和企业望而却步，宁愿选择技术更加成熟的陆地发射。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那个疯狂的钢铁侠以及那个东方大国。2015年，马斯克在西雅图宣布将建造一个太空高速互联网项目星链计划。这项计划让很多人感到不可思议，但是毫无疑问，它开启了商业航天的变革，让廉价航天迈进了一大步。为了让星链计划加快实行，2017年，马斯克又宣布一个疯狂的计划——浮动太空港计划。太空港的名字虽然很霸气，其实就是海上发射平台，是用来发射星际飞船的。星际飞船是 SpaceX 新一代的发射载具，它搭载了超重型的推进器，用来替代龙飞船以及搭载更多的星链卫星。按照马斯克的意思星际飞船会发出大量的噪音，所以需要在远离人群的位置发射。其实不止如此星际飞船的体积和重量都很大，在赤道发射可以减少燃料的使用，而且很多技术都是全新的，具备一定的危险性。在远海发射可以减少不必要的麻烦。在马斯克的规划中，浮动太空港在2021年就应该建好，但是因为各种原因推迟到了2022年。而中国在海上发射领域的布局同样已久，从2017年开始，中国就在同时准备海上发射试验和建造发射平台。2019年6月，中国在黄海成功发射技术实验卫星，将7颗商业卫星从海上送上太空。2020年9月，中国第2次在海上进行实验，成功发射9颗商业卫星，连续2次成功，这也意味着中国海上发射技术已经走向成熟。2021年，中国海上发射船在山东省海洋生产基地正式投产，建成后可以保持最大每小时27公里的航速行驶，当然还有配备定位系统、发射系统等各种设备。海上发射船的交付日期也是2022年，也就是说如果两者都进展顺利，马斯克的浮动太空港和中国的海上发射船将在今年同时面世。但不同的是，两者路线稍微有点区别，一个是采用固定发射平台，走的是圣马科号发射平台路线；一个是可以自由航行的海上发射公船，走的是海洋奥德赛号发射船路线。之所以选择不同的路线，其实是地理环境决定的，因为地球始终处于自转的状态，在地球上发射火箭会获得地球自转得来的初速度，其中南北极最小，赤道最大，所以在赤道所处的区域建造发射场，火箭发射的时候可以减少对燃料的使用，还能减小油箱，就有更大的空间留给卫星们，也可以增加火箭的载荷。但是赤道是南北半球的分割线，只有极少数国家才有拥有这样绝佳的发射场所，其中老美就有部分领土位于赤道上，不管是本土还是领海，运输和维护都非常方便，所以在陆地上安装火箭，再运输到固定平台，反而更适合 SpaceX。相比之下，中国就没有这么好的地理位置了，本身距离赤道非常远，在靠近赤道的地方建造发射平台，不仅要考虑维护和运输困难，还要时刻保护好平台，不受到其他势力的干扰，所以一个可以随时移动的发射场所更加适合我们。外部环境好的时候，我们就开过去发射一下，外部环境差，我们就收拾东西开回来，没啥损失。当然明眼人也看出来了，这么做确实非常的折磨，而且有美军和海上发射公司的教训在前，那为什么中国和 SpaceX 非要搞海上发射呢？主要是因为海上发射的优点实在太多了。首先就是上面说的经济性。根据资料显示在赤道附近进行火箭发射，相比于中国酒泉和文昌发射中心，要节省超过15%的燃料，性价比非常高。不要以为15%很少要知道火箭的重量组成中，燃料可以占到90%。以长征7号为例，它的设备重量只有55吨，但是燃料推进剂的重量却高达450吨左右。那么将它移到赤道附近去发射，就可以省下65吨以上的燃料。按中国航天发射报价每千克5000到1万美元来算，如果这65吨的重量都拿来发射卫星的话，每次可以为中国省下500万到1000万美元的成本。这么算当然不对但是从中也可以看出性价比到底有多高。性价比其实还只是一回事儿，更重要的是安全。现有的火箭中，绝大部分都是多级火箭，一般分为3级。在发射的过程中，第1级火箭最先点火，然后分离坠落，同时第2级火箭点火，再分离坠落。为了减轻重量，还有整流罩和逃逸塔等等设备也会脱离。也就是说在火箭发射的过程中，会有大量的残骸坠向地面，但坠落的地点不受控制，往往在几百乃至上千公里之外。
如果落到自己国家还好说，如果落到其他国家的领土上砸到人的话，还会引起外交纠纷，甚至因此技术外泄。所以世界各国不仅严格选址，在发射后还会派上工作组回收火箭残骸。但是在广袤的海上发射就没有这种困扰。第三个优点是，发射地球同步轨道卫星时可以增加寿命，因为地球同步卫星是在赤道上空绕行，所以火箭越靠近赤道，卫星变轨到赤道上的幅度就越小，受到的震动就更小了，卫星设备就可以保持更好的精度和质量，寿命也会更长。除此之外，多一个航天发射点还可以增加国家航天效率和整体实力。2005年之后，中国每年的航天发射次数逐渐增加，到了2018年，中国首次以全年39次航天发射的数据登顶世界第一。而去年，中国全年的航天发射次数已经达到了55次，再次登顶世界第一，占比超过1/3。随着空间站、月球探测、火星探测等航天项目的展开，中国的航天发射次数会越来越多，再加上各种商业卫星任务，未来的商业载人航天任务，现有的4大航天发射中心也会越来越拥挤，越来越不够用。在星链和各国抢占轨道资源的情况下，多一个火箭发射场所，中国航天发射效率就会提高很多。不管是争夺地球轨道资源，还是太空资源，都会有优势。综合来说，海上火箭发射的优点让很多国家无法忽视。以前不做是因为技术和市场都不成熟，现在不论是技术还是市场都已经处于爆发期，再不着手研究就会失去先发优势。尤其是中国，不管是海空装备还是航天技术都有了巨大的进步，完全有实力去研发建造海上发射平台。比如马斯克的浮动太空港是购买了2个钻井石油平台，然后将它改装成海上发射平台，建成之后的面积比中国要大，大概有300米长100米宽。相比之下，中国的发射床长度只有162米，宽度也只有40米以上，差不多只有它的1半左右。不过这里要说明一下，我们建的小并非是技术不过关，而是国情需要。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这是阿 Q 精神，但其实真不是，因为在钻井技术上，中国真的是不虚任何人。早在2017年，中国就制造出当时世界上最大最深的钻井平台蓝鲸1号，之后还建成相同等级的蓝鲸2号，将中国深海钻井水平提高到世界前列。而蓝鲸1号的各项性能至今都处于全球领先的水准，所以将钻井平台改装成发射平台，中国是可以做到的。但是就像是上面说的，在深海建成固定的平台，考验的是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我们能建成是一回事儿，怎么保证它的安全是另外一回事儿。虽然其他国家不一定敢使坏，但是要防患未然啊。我们选择了一步一个脚印走，先建机动性更强的中小型发射船，一边发射一些中小型火箭，一边验证技术。等整体国力和技术上来了，再建多大的发射平台都不是问题。很多人会说中国的极限是星辰大海，这也不是没有道理的。陆地资源已经被各国分配的差不多了，未来的星辰和大海就是资源，就是各国发展的动力。以前我们没有把握住机会，丢失了海权，我们吃了几百年的苦。如今我们的中国航海装备和航天技术都上来了，我们怎么可能再失去深海和太空的发展机遇呢？我们这一代人辛苦一点，把卫星发射到太空去，我们在太空就有了话语权；我们把船开到深海去，我们在深海就有了立足之地。我们的下一代就不会和我们一样输在起跑线上。未来不管他们有什么资源，有什么财富，我们都可以坦然地对下一代说，这就是我们先辈为我们打下的江山啊！好了，我是熊猫，我们下期见。